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与看法，跟我们互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战略所助理教授马准威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另外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 Ross。大家好。还有辅仁大学日文系特聘教授何思胜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今天跟3位老师还有大家一起先来关心的，我们知道最近中日、中美还有美日这3边关系，这礼拜因为川普的2通电话，现在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跟发展。那川普呢，他分别打电话给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但顺序上呢却是先习后高，也就是先打给习近平，再打给高市早苗。当然，这个先后顺序也起人疑窦，引发讨论。高市早苗在月初他说了一句，这一番言论呢，就是日本可能会介入台湾有事这番言论，到现在这把火还没有完全的停息，也点燃了中日这个外交的火药库像中方就强烈反弹，包括现在也看到日本内部也在出现了一团混乱。那在这个敏感点呢，川习2人的热线更重要的是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的是这个顺序上为什么是先打给了习近平，然后呢，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并不是马上而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打给高市早苗。当然各方的解读都有，像华府智库史汀生中心的孙运这位学者他就指出，他说过去中国大陆呢都会是暗示是美国打了。但是这次却没有，显然显示是中国担心与日本的紧张升级才打给川普。然后日本的舆论呢，也有人认为说，如果是习近平主动打给川普，就代表中国怕了。但我们要说的是，刚刚讲的这些解读全被打脸，被谁打呢？被美国的财长 Bessent， 因为他出面证实是川普主动打给习近平的。好，那先请教一下马老师，外交上我们都知道，其实顺序很重要怎么看川习热线、川高热线这当中的猫腻？是，我想这个如果从谈判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先开价的一定是弱势因为你开价之后，你的价就容易被人家往下杀。但是我觉得如果以美中之间大家会这么关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然这2个是大国。不过如果我们要看它到底是谁低头的问题，我认为这一次比较不准因为他们今年在9月19已经通过话，然后10月30号2边都碰面了，所以它已经不是第一步了。那谁先打，其实坦白说没有这么重要啦。重要的是他们打的这个过程面谈什么议题，我觉得是比较重要。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次的这个谁先打的问题上，媒体比较关注但是我觉得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他们各自在事后的发布会上谈了什么，我觉得比较重要。重要的原因是在于，那表示这个国家现在最在意的议题是什么？数据上也许没有这么重要，像您的分析但是您刚刚讲说内容很重要，对，所以我们现在所听到媒体也报道出来的，可能都是看到是表面的内容有些还可能没有讲的。是，你觉得哪些没有讲的？我想这个在美中过去的谈判都一样，它的路径就是这样。他们谈完以后，绝对不会一起开记者会，绝对不会一起发布共同的这个公告，各自发表，但是会各自发表。然后每一次各自发表，你去比对，看起来2边谈的重点都不一样，基本上对不太起来。那这一次我觉得美方可能真的在乎的是乌俄战争的28点嘛，就是川普提的，然后他希望中方能够在乌俄战争停火上面能够做一些协助。那贸易战一下子要采购大豆，一下不采购，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双方还要对表一下，所以美方大概在乎的就是主要是这2点，然后也包含芬太尼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急切感好像没有这么急切，因为刚才在30号谈完我觉得反而是新华社这边告诉大家，就是说台湾在战后这个国际法体系里面是属于中国，这件事情表示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这个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牵涉到 AIT 先前抛出来的台湾地位未定论。那如果台湾地位真的未定，在2战之后台湾就从来没有回过中国体系，那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它要继承中华民国的这个状态就不存在那这个会对于现在的一中原则，而中国是这个主权是涵盖台湾的这个论述会被瓦解掉。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上面谈的这个
这个立论来讲，它一个是回应 AIT 过去的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然后2758号决议案里面不包含阻止台湾参加联合国这些，因为这些东西发酵下去，它在不光是美国的盟国，它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间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等一下，我们要特别来聊的，深入来分析一下，是说高市这番言论，就是特别拿出了这个旧金山合约来讲哈。这不讲还好，一讲呢更加炸锅哈。但也看到了说，川习两人在热线通话以后，大陆方面是先买了10船大豆，表示谈的还可以。Ross。当然，川普在这个时候希望双方贸易谈判可以继续顺利进行。这个川普从1月底上来一年以来，他都一直提到希望跟习近平通电话见面，达到贸易协定。虽然有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了，但是他还继续保持跟中方的这个沟通，双边的贸易。他最在意的就是贸易嘛，受到影响就不好。很明显，他在这个时候还是很在乎贸易。这个不等同美国不会批准军售给台湾，甚至赖总统以后。过境美国了，对，因为美国应该还是会答应这两件事情给台湾了。但是在整个环境之下，如果是我们看整个环境的话，那很明显，川普希望在这个时候，美国跟中国是可以继续谈贸易方面的细节，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多买美国的东西。好，那你怎么看哈？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说，美国在高市发表那番言论以后呢，其实呢有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嘛，先不做任何的动作啊。那顶多呢，最后是由这个国务院，就先前我们看到稍微表个态。可是这次呢，幕僚就建议，我想应该是川普跟幕僚啊一起决定，但川普最后是做决定的啊，他主动打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刚刚先喊价的就是先矮了一截啦，不是吗？当然希望川普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希望这个事情可以降温了。很明显啊，如果他希望可以升温的话，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在 Truth Social 会发文说我支持日本啊，因为中国怎么会对我们盟友这样子？那川普没有。所以他的动作很明显，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因为过1天、2天、1个多礼拜、2个多礼拜，川普没有出来很直接说日本是对的，中国是错的，那我们早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一大堆政治人物 KOL 都在网络说台日关系怎么样，都是日本水产，都赴日本旅游等等。那我们早知道最后结果应该会是什么，所以现在都反应得太快了。对不对？不觉得吗 ？OK， 那我问你哈，川习热线完以后，刚刚说川普后来又打给了高市早苗嘛，好，那当然这个通话没多久之后呢，跟高市的通话，来这个画面上我们看到哈，《华尔街日报》就指出呢，川普哈，因为大家都很好奇，到底他跟高市早苗在这通电话当中他讲了什么？当然现在也是各说各话哈，因为《华尔街日报》就说呢，川普确实啊是希望高市不要再刺激北京，但是日本政府一开始呢，他们是说不好评论这个外交互动，用这样的方式来推脱。后来被一再追问下，又改口说没有这样的事实，我们没有被施压哦。但是日本官方长官呢，只是否认内容。可是大家也看到了，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高市最近的一些动作哈，一些转折哈，反而让大家觉得真的没有吗？首先，很多人批评华尔街这个日报，很多人说这个机制是轻重，它是描述匿名人士等等，而且日本这发言人最后出来说是没有这件回事，对，日本政府否认，但是同时也很明显，川普应该是不会像高市早苗说你一定要收回，当然不可能那么直接嘛，不可能。但是同时，如果川普说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降温啊？那谁不相信川普有可能相信？日本也没有否认川普说请你在这个时候降温，日本没有否认川普有这样说，所以或许日本没有或许日本是对的，但是或许同时华尔街日报也是对的，这个也有可能啊，对，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的，是川普希望。不管是中国那边、日本那边、台湾这边，对，大家都要降温嘛。OK， 何老师怎么看？当然，那个日本他这通电话哈，那个应该
川普想要就是说去稳住日本啊，因为他这个就贝森特已经证实了嘛，是美国先川普主动的那个对那个是先发动这样的一个这个川习通话，而且就是我们那个从日本的新闻他也透露出一些猫腻。我们台湾这个一直就讲说这个是川普是被动，对不对？习近平主动，那当然他要营造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在这样的一个中日的这种对抗里面，中国大陆似乎在示软在向美国求救。那这当然这比较符合这赖清德政府的这样的这种希望但是好像是刚好是颠倒，是最后贝森特出来讲了。那这赖政府这反正就把它当成没有这么一回事那不过这个我比较相信是贝森特讲的。那而且再加上日本的这媒体，他之前他也透露啊，他说这通电话事实上日本知道川普要打这个电话，他们自己已经先露了馅了嘛，就是说如果是习近平主动这个打电话给川普。你东京怎么会知道？对不对？现在的中日关系坏到这个样子，北京怎么会跟你讲说，那这个跟你们高市早苗讲啊，我要打电话给川普啊，你小心一点啊，那不会嘛？对。所以如果是东京知道美国跟中国之间会有这个首脑的这个通话，对不对？那一定是美国他发动的。而且我刚刚在想，贝森特的这番发言会不会后面已经有了一番讨论？就是你起码美方要先表示是谁主动打给谁的，当然，对吧？现在对美国来讲的话，我们在看到这个，就是说这共同社他也证实了，就是说他这通电话事实上。这个虽然木原忍最后讲说没有，这美国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要日本克制这个，但是共同社是有信用的这个通讯社，而且共同社还有日本官方的色彩。虽然日本看起来没有官媒对，但是共同社就有一点像日本的新华社一样。那他自己就讲，他说这个现在川普基本上就告示这高市早苗，这中日他不希望中日关系的紧张继续升温，对，而且他也跟高市早苗事实上这也讲了整个台湾问题，在台湾对中国的一种重要性。换句话说，就是说台湾问题是很复杂的，对不对？那你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发言上面，你要谨言慎行。所以有一句话说剪不断理还乱所以刚刚你提到说台湾未定论的这件事情刚才马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回到您这边刚刚提到的是说。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两天看到高市在国会答询这个议员同时是当时问他那个问题的，结果呢，高市的发言确实看起来是比较软了一点也比较缓和一些，但是呢，他又抛出了一个说日本没有立场去评价台湾的地位是外界就解读说是想要替中日的关系紧张来降温，可是他引用的是旧金山合约，反而。这个更激怒了北京所以呢，北京就直接搬出说你拿出旧金山合约，我拿波茨坦公告，那也有人说是波茨坦宣言来点名日本，说你日本必须反省，而且撤回你的错误言论。现在变成了一个法理攻防战。对。我想这个一直以来就是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这两件事情，其实解决了就是在战后之后的这个比如说台湾的归属，大概在这里面就解决掉。可是问题是旧金山宣言的这个第2条的 B 款。里面他只声明了日本放弃台澎这些地方的权利，他没有说要给谁。对那这个就很麻烦。其实这个应该是当时的一个 bug。那对于习来讲，最好的方式是日本在后面的某一个首相，不管是谁，他愿意说，因为他当时是当事方嘛，来说我当时虽然说放弃，我没有讲说要给谁，但是我的意思真的就是给了中华民国，也就是当时的中国，那这个法体系就健全了。可是高市没有选择这样讲，他选择重申了一次波茨坦公告，当时日本确实放弃，然后这就是战败了，对，战败。那这是从此以后不关我的事，那你们谁拿去我都不在乎。可是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根本解决在川习通话里面习近平的关注，也就是。对习来讲，或者中国来讲，最担心的事情是台湾在2战之后没有回归过中国，那台湾就不会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高市的这个提法看起来好像在降温，可是实际上他没有打到中方现在他的 concern。对，所以从国际法上来看何老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因为现在大家在讨论说，那有没有办法用国际法来解决目前中日双方所产生这个？你的旧金山合约对抗我的这个波茨坦的公告，还有就是我要问的是，
台湾在这时候该做跟不该做的是什么？那事实上，那个高市早苗讲这句话哈，是他在那个松下政经署的学长，那个做个球给他。他们虽然政党不一样，他去做球嘛，但是日本经常就是他们如果要解决这样外交的这个麻烦的时候，那你叫首相撤回去，那这个对日本政治跟首相个人来讲下不了台，对这个打击很大嘛哈。他们通常就是在野党做个球，然后给执政党让你有重新再讲的这样的一个余地哈。那就是说，这野田佳彦他就问到这台湾主权的这个问题哈。那这一次高市早苗回答实际上是非常标准的，他应该已经学乖了哈。他上一次在国会哈，这个等于捅了马蜂窝，因为他上台之后，他好多的政策他自己喜欢跳到最前面，然后去解释政策，用这样来凸显自己对政策哈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不对？这里那所以他这次很乖，他就是按照日本这个在这个台湾的主权的问题的一种这个就是来自内阁的，应该是内阁的一种统一的这种见解啦，就是战后的台湾澎湖是日本所放弃的领土，其主权归属。它不是那个我们讲的哈，这民进党喜欢听到哈悬而未决，听到悬而未决，这民进党就跳起来这个拍手哈。但是事实上，日本基本上他始终是认为说这个问题事实上我无权智慧，就是这个问题我这个因为这个地方我已经放弃了，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是谁的我不会再讲话。事实也是如此。对，那至于就是说为什么旧金山合约它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就写说归还给谁，很简单的道理，因为旧金山合约当时。这个北京跟台北不管哪个中国政府都没有参加，所以在没有任何中国政府参加情况之下，他不会写明给谁。就如同日本在那个旧金山合约里面，他也放弃了这个库页岛啊，也放弃了这个北千岛群岛啊，但是他也没有写说归还给苏联嘛，因为苏联也没有参加嘛。老师，那您觉得台湾在这个时候该做跟不该做的事？事实上，我觉得从中华民国政府来讲的话，这个我们怎么可以对我们自己所管辖的这个台湾澎湖，然后自己自我否定说这个地方的主权有问题呢？那你现在你中华民国你在统治什么？对不对？就有任何国家可能都基于自己的利益，他挑战，可是你中华民国不能够挑战。对不对？你不能讲说我希望变成台湾共和国，所以我就挑战。但是你只要你还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你在你的位置上就不能挑战中华民国拥有台湾这件事情是有国际法的瑕疵。就现在这个争议啊，现在余波荡漾。等一下回来我们要聊的是已经影响到了日本的经济，而且还蛮严重的。马上回来。好，回到节目继续来看啊，这个中日之间因为高市早苗的一番言论啊，现在这个余波荡漾，关系非常的紧绷。但确实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在这个礼拜啊，看到日方有些许希望把这个局势缓和下来的迹象。特别针对香港最近发生的不幸大火这一场灾难啊，这个鸿福院的恶火造成了严重的死伤。高市早苗在第一时间也发文哀悼。那本来呢想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缓和一下气氛啊，但显然这样的关怀跟慰问并没有发挥什么实质效果。因为呢，在中日关系以为可以降温的时候呢，包括大陆的民间跟官方都有同步加码的动作，像是官方呢就劝阻民众尽量到日本去旅游。另外，中国大陆飞东京的航线啊减班了1到2成，明年3月以前呢会全面削减班次。还有就是牛肉水产出口的磋商停摆。高盛也警告会拖累日本经济增长，损失90亿美元的观光财。还有野村综合研究院也预测，日本的 GDP 将会因此下降0.29%。而且日本的经济内伤确实啊，最近真的很不乐观。消费者物价指数呢 ，CPI 已经连续50个月上涨啊，使得他们的民众生活压力爆表。那中方呢也选在这个时候，我们想说是一个 perfect timing 吗？是一个最佳的时机吗？因为最近也看到在汇率方面，人民币是升值，而且是创下历年算是一个高点。日元呢，则是大幅的贬值哈。那中国反制日本啊，从民生各个层面来出招。现在所引发的这个言论风暴哈，那所以大家想问的是说2点，第一个，中方还有哪些经济牌？刚才已经讲了这么多的工具但是中方说工具箱里面还有很多，那日方撑得住吗？马老师？好，我觉得
这个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日本现在的经济确实不好哦，因为 IMF 预估它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大概1%左右，但是问题是它通膨是3%，换句话说，你扣掉通膨，它的经济成长率实际上是负成长，也就是说它的经济状态确实不好。那能不能承受得住中方的这个施压，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它的 GDP 的这个总规模大概是5兆美元，然后这一次中方铺天盖地的这所有的制裁，包含观光客或禁买这个水产品，或者是在贸易上面的这个很多的制裁，好加起来大概会影响他们的这个 GDP 的成长到0.3%嘛，那这个当然是会痛，但是它本质上我认为就是如果就是双方就决定硬干上了，那其实坦白说，日本也就忍一忍，还是会过去。主要的原因在于高市在这一波的这个冲突之后，它的民调高达72%，这是读卖新闻做出来的吼。那之前这个京都这边的媒体也做出了一个民调，是在这件事件之后，高市的这个支持率增加5.5%。那也就是说，你从民调上看起来，高市现在这个强硬态度，并没有受到日本民众大多数的唾弃。老师，我想问哈。民调高，这民调我们都知道，其实民意如流水嘛，就是现在很高，但是呢，可能到时候下来了怎么办？现在的高民调算可以说是高市早苗的底气吗？我觉得其实不能算他底气，因为他在自民党其实本来就是不是多数的状态下，高市上来执政。那对高市来讲，他才上任不到1个月，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自己的这个声望或支持度拉起来，所以他最在乎应该是内政啊。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中日之间的冲突，无意间让他发现他的内政是往上走。所以我觉得他要妥协的可能性暂时不是这么高，因为他看起来就是需要这个民意的支持，然后加上整个日本社会，因为日本在战后已经做一个不正常国家做了80年，就他背一个原罪，对日本的民众来讲，一个世代过去，他觉得我们还要背多久？他们难道自己的自卫权都不能自己使用吗？我觉得那是一种往右派的心情。所以整个日本的社会的确是在往右走的，这个现象看得到，然后刚好搭上这次高市的这个谈话，所以我觉得它某种程度反映出，不见得是完全是抗中，可是它可能反映出日本人民想要成为正常国家的一种愿望。那现在中方牌还没出完，他还没有出到黑桃 A 我说他的牌还有很多，你觉得他还有哪些经济牌可以打？其实因为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市场依赖非常的高，它的这个出口20%是销往中国大陆，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假设用关税或者是非关税障碍，让你这20%往下掉，你的 GDP 增长会非常痛，会比它现在这些手段都还来得大。那再来就是大家有讨论到稀土啊，稀土等于是所有高科技需要的原料。那我觉得这个因为中国大陆是最大的生产者，其实它有权把这个东西 close 掉。那我觉得这个也会对日本经济造成很大的负担。那我觉得这2张恐怕是未来日本中国大陆不排除会使用的牌。对，因为中国大陆其实不只是最大的工厂，也是最大的市场之一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从市场面来看啊，分析人士就指出呢，像日本的汽车啦、家电、体育用品啊这些产业都高度的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像一个品牌，这个也是台湾民众熟悉的，叫无印良品，就是 MUJI 哈。它的母公司良品计划，今年到8月为止啊，在中国大陆的营收就高达了1398亿日元，比前年还要成长大约2%，占东亚事业的60%以上啊，也是公司整体营收的2%左右。那当然我们知道，日本品牌过去是靠形象吃饭，就是大家会觉得 Made in Japan 嘛，就是日本制造的哈，所以就是靠品牌。可是现在很多都是 Made in China 了哈。那所以呢，现在反而形象就是你是日系品牌呢，你反而变成了负资产。还有一点呢更可怕，就是呢中国大陆的本土也有跟无印良品类似的品牌，还有自创品牌，叫做什么呢？叫做名创优品。所以呢，万一现在是在假设，万一中国大陆的消费者开始抵制，我不买日本的 MUJI， 我买中国大陆的名创优品哈，就会让日系品牌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大大受到生存危机的威胁。所以何老师，现在你看到一方面这个日系品牌也感觉到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啊，当然这个企业当然想影响政府不一定那么容易，怎么办？当然，日本的这个企业哈，在中国大陆的布局非常的深了哈。这个也没有这个，就是因为就是说中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科技战，然后就让这个中国跟日本的经济关系脱钩。事实上，在过去这个从川普第1任期经历拜登到现在。
日本现在留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商社为什么不走啊？就是他们是照顾到这个中国大陆内需的。换句话说，就是说他们这些商社基本上是不能离开他的消费者。那中国它现在就是说，它没有像上一次那个钓鱼台国有化哈，钓鱼台国有化的时候，他们有弄那个反日的这个风潮，对不对？在街上看到那个本田汽车，看到丰田汽车，他会打砸，对不对？对啊，然后有那个这个日本料理店啊，就关门不敢做生意。他们当然现在中国大陆这或许他们对于所谓的这种民族主义，他们的一种使用会比较小心哈，因为这个是一刀两刃，就有时候这个你弄得不好的话，因为现在大陆这个他年轻人的就业状况事实上也不是很好，他们很怕就万一这个东西操作过头哈，这有时候会造成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内部的一个不稳。但是中国大陆事实上他这次这蛮聪明的哈，这第一个就是他这个把观光客这个停掉，但他不可能全停啊。我们如果说是上一次的一个数字的话，就是钓鱼台国有化哈，大概受影响25%了。但这个25%也会产生像刚刚这个马老师他所讲的那样，大概差不多0.3%。这野村证券这个他几次所公布的 GDP 的影响的数字，那有观众讲说这0.3%它很小嘛，对不对？不要赚那个钱就好啦，对不对？那个现在日本观光过剩。看人家这个挑水哈都不会累啊，就是说日本基本上它的一个经济成长是微成长，它通常就是说1%几的这样的一种成长，那你再扣掉0.3%，它所占的那个 share 是很大的一块哈。就像刚刚讲说，GDP 马上变负。对啊，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当然会对这个日本的内需造成一个冲击。那日本的经济，事实上日本的经济跟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台湾是靠外贸，那日本基本上推升经济成长是靠内需，它内需大概占它整个经济大概60%哈，所以内需这一块，当然中国大陆哈，它用这样的一个策略是有效。那另外就是说，像这次像 Uniqlo 说或者是无印良品哈，他担心的倒也不是说中国大陆观光客不到日本去，他不会去无印良品的这个他新宿旗舰店去买哈。当然那个有影响，你看那个他股票市场哈，就是说那个比方讲像3月对不对？还有这个像这些都有影响，这些这个做这种观光客生意的这些股票都下跌了哈。但是事实上日本在中国也有很多的，我们去上海也有 Uniqlo 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说日本他很怕，就是说中国会不会这个发起一个不买运动，就是说这个挂着日本品牌的这些东西我就不买。而且重点是刚刚是有替代性的商品啊，对啊，替代品牌啊，对啊，然后这个或许是日商他们感觉到这忧虑的哈，那所以就是说他们希望这样的一个这种就是说中日因为台湾有事的这个发言哈，然后能够赶快降温，而且我们刚刚讲的高民调哈。那个高市早苗事实上一上来民调就会拉到70%啊，他这个月只是讲说他保温了，他没有像岸田文雄哈这么不堪一击哈，岸田文雄的话是每个月降哈，那这个最后就下台哈，但是就是说你看哦，之前的这个很多的首相上台都70%，但是不见得做得很久，我要举的就是菅义伟。菅义伟首相上台的时候几乎跟高市早苗一样的，但是他只有做1年，而且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持续的靠这样的一种哈，就是说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名气可用去撑住你的高，做不到，因为这件事情事实上慢慢的会淡下来，新闻会淡下来，还有日本老百姓最在意的还是经济跟社会福利，那这个才是决定高市可以走，但是从经济数据来看的话，确实不容高市的这种那么乐观，他那么乐观，因为现在的日本经济真的很困难，所以我们可以说高市早苗现在还在他上任之后的蜜月期哈，所以这个民调很高，名气可用。可是 Russ 专家也分析啊，中国大陆现在对外已经进入到了精准经济制裁的这种格局跟成熟的模式啊，不再是说全面封锁，而是精准打击对方的关键弱点，就像是美中在互相竞争，这个互相精准掐住对方什么大豆啦、稀土啦啊，所以呢，美国呢被掐住，那使得川普呢也不得不考虑让步啊。那现在呢，在日本这边呢，执政联盟内部也传出内讧的这个消息，说维新会要扬言出走。那高市的政治地位正在受到挑战，而且在这个时候呢，看到了前首相石破茂他说，日本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大陆的食品、稀土还有医药品，
他也抨击这个高市处理外交问题啊，不能够只是过一时的嘴瘾。白话文就是说，不能只打嘴炮了啊！这个你解决不了问题啊，那接下来还是必须回到问题去现实的解决。所以我要问的是说，所以日本也知道，也许大豆、也许稀土不是他们的软肋，可是它的软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民生消费用品、电子用品，还有什么呢？各式各样的日本产品都依赖中国大陆市场，不管是在日本制造，出口到中国，或者在中国大陆经营工厂，或像无印良品在中国大陆经营连锁店的，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啊，那这个经济来往是非常密切，所以高市早表7月7号在国会发表言论的时候。但我们早知道，企业大佬会非常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们知道后果是什么。因为刚刚何老师有提到，就是那次钓鱼台国有化的后果，对，所以企业界都是非常非常怕，不管是观光业或其他的业者都是非常怕同样的事件会再次发生。而且我刚才想到一个流行文化。当然，而且这几天已经有很多例子，就是艺人的在大陆的活动，日本艺人的活动被取消，甚至好像有一个还在演讲的时候，对，突然被中断了，对，就是还没被就是说还没结束的时候，先表态了，对，突然被中断了，所以当然日本业者是非常担心会有经济的后果，所以那个时候一大堆人在网络说，我们不需要中国市场啊，我们可以欢迎台湾人取代啊，都是废话，大家都知道了。不光是那个量体，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冲击有多大。所以最后简单请教一下何老师，你觉得高市会因为这样的庞大的压力，在最后，因为现在看起来有点缓下来了啊，他是要用这种 soft landing。对，软着陆来处理后续的争议嘛？事实上，这高市在这个他的我刚刚讲的那个党首会谈之后哈，就野田佳彦真的很照顾这个小学妹哈，他就讲说哈，他虽然没有撤回哈，可是他刚刚这样讲哈，实质上已经撤回了。他希望用这样子，就是说给北京抛讯号，这毕竟立宪民主党跟北京的关系还是比高市早苗要好很多哈。那但是就是说，现在这高市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说，它短时间哈，如果它的经济数据哈这个不回正的话，事实上就是说它的这种今年第3季日本的经济数字还是往下走的哈，但这个可以，那它压力就来了。这个账当然算在石破茂，就很像这美国的这个川普怪拜登，这个他们还可以怪前任，对不对？就是说那个前面的Sleepy Joe这造成的嘛。可是如果是第4季到明年第1季还是继续往下的话，你还可以怪石破吗？对不对？这个就是你自己造成的。然后有现在日本的这种就业也恶化了，就是说他们刚刚才公布的10月已经是高市早苗，它已经上来了，对不对？他的这个就是说求人倍率就是说一个日本人要找工作有几个工作在等哈，他这求人倍率这个也变成负的了。所以这表示就是说整个日本的一个这个内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已经在出现了这种水温的这种变化。所以高市他也很聪明啊，他希望借由香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说大火哈来放下神体，但是目前好像中国并不太领情哈。不过他已经比那个我们的赖总统要聪明哈。这赖总统好像没有对香港讲任何话。有贴文哦，有贴文，对。但是还有副总统也有连五角蟹国安会秘书长也有贴英文。不管是不是从政治上面的一些这个考量，香港的大火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哈。那刚刚这个何老师综合大家所说的分析呢，其实现在就看高市早苗什么时候会到他的压力临界点。马上回来。欢迎回来，环宇全世界。高市早苗的这个台湾有事论引发了争议，到现在余波未平。那么一番这个台湾地位，日本也没有立场评论呢，想不到呢，反而更加使得北京炸锅。北京不只是批评这个日本呢是老调重弹呢，而且是直接引用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来暗示，必要时不需要联合国批准，也可以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
外界认为呢，这已经不只是在做外交警告，而是发出了战争级的讯号。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真的是很危险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看到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呢，也讨论说要修改非核三原则，甚至要发展核威慑啊，引进核武。顿时也让这个东北亚整个瞬间炸锅，日本国内也开始担心啊，这会不会让东亚的军备竞赛正式开始哈？同一时间也看到日本在与那国岛部署飞弹，美军呢在岛上呢又设立这个前进武装加油点，美日联手的军火库，这距离台湾呢只有110公里哈，让北京跟莫斯科都警告了，说日本你是在自己给自己招事惹事吗？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大家对于这个与那国岛可能听过，但不知道它距离台湾竟然这么的近，只有110公里。我们平常听到的是石垣岛啊，但是呢，与那国岛更近，这简直就是把这个台湾这个最近的地方呢放了飞弹。那这对于不只是中国大陆来讲，还有包括像是北韩呢，也都是深受威胁。所以哈，这个最近听到陆方常常会提到是说，这个军国主义要复辟吗？何老师怎么看它？是把这个当做一个前提，也是提出警告，如果你敢复辟军国主义，我就对你不客气，是这样吗？当然，现在日本距离要复辟军国主义还很远那个因为整个日本的这个战后的和平宪法，事实上也还没有修改嘛哈。然后在和平宪法下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安保法制，它充其量它只是这个就是说解禁集体自卫权意义。在于就是说，如果美军受到攻击的时候，日本它可以驰援美军，这样的而已。那至于就是说，日本可不可以因为这样的一种解释的改变，他就拿到一个就是说通行证，对不对？自卫队它可以溢出日本的一个范围，然后介入不属于日本的战资，这个在日本的法律上，事实上可能还是做不到。而且这个就是说，如果日本真的要动用自卫队，对不对？去介入这样的一个战争的时候，它经过国会啊。对。那这个国会到时候啊，这个一定的这个吵翻天了。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台湾千万不要以为哈，这个哎呦，这个只要高市首相一讲哈，我们台湾就安啊。哎，这个台湾这个有日本作为一个这个后盾哈，那事实上我认为就是说日本事实上当然他很希望就是说跟美国能够核共享，但是日本自己又有一个非核三原则，这样非核三原则本身就是说这两个就是日本自己不制造，然后不拥有，这个可能高市也不会去挑战，但是高市唯一要松动的就是让美军重新的可以把这个他的这个核武再部署到日本，因为事实上，在1972年，那个美国把这个琉球的行政权交给日本之前，对美军在琉球基本上那时候是有核武的哈，可是后来因为非核三原则，后来这美军对不对，在日本就不能够再部署核武哈。那事实上不只是日本啊，包括韩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之前他也跟美国这个提到所谓的核保护伞，对核保护伞，这核共享，那时候是那个Joe Biden的时候，那时候 Biden 听到这个突然吓醒，所以你想嘛，日本他很清醒，他说没有这回事，韩国有，那为什么日本不能有？而且韩国最近这个被川普已经这个亮了绿灯了嘛，他们可以这个就是说拥有这个核动力潜舰哈，那日本当然也很想有哈，所以就是说日本基本上在所谓的非核三原则哈，这个他可能会修改，但是我并不认为就是说他会全面的修改哈，就是美国也不会允许日本这个去制造跟拥有核武啦。我觉得说如果要的话，充其量只是就是说重新让这个核武这个就是说由美军这个带到日本，那这个是有可能哈。那不过到时候美国会不会这样做？我觉得美国还是会综合的考量这个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或者是对于美俄关系的影响。那这个是主控权还是在方老师的这个美国身上？对啊 ，Russ， 美国部署与那国岛飞弹的这个它背后的思维是什么？日本要做好它的自卫是可以理解，尤其是在中国跟北韩的威胁继续升温，继续上升，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不管是南韩、日本、欧洲，都觉得这些国家长期是依赖美国了，他们要提升他们的国防预算、国防投资。
武器部署等等是对的选择。这个世界是很危险的，你真的不能忽略你的自卫跟国防。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觉得是可以理解。而且刚刚从那个我给大家看的那个图哈，就说110公里这么近哈，我看了一下，这航程大概飞机的话，它是2个小时哈，所以其实它的这个时间算是非常短的。那我继续请教你啊，因为刚刚讲到日本，那也讲到南韩啊，现在韩国也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被推到海啸第一排，就是这个火线第一前线啊。为什么呢？因为美军在南韩的动作没有停啊，他们最近呢把31架 F-16超级中队就直接部署哈，放在韩国的乌山基地，那等于就是把南韩推到中美对抗的第一线。这个使得南韩的朝野都非常的生气哈，因为他们很担心被推去帮美国挡子弹。那么南韩国防研究院在这个时候也抛出了说，北韩啊，其实南韩最刻意的在意的就是北韩啊，说北韩的核武库预估已经有150枚核弹，甚至可能在2040年冲到400枚，这摆明的就是暗示南韩光是应对北韩就已经很吃力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呢，也看到南韩总统李在明他突然表态。他说他希望尽快到北京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啊，希望中方当然这个是不是外界解读说是不是希望中方也赶快出来啊，缓和一下这个局势哈？确实，李在明他也强调一点，他说因为现在南北韩之间啊，北韩现在是拒绝沟通的，这没有沟通没有对话，这个后果真的会让人非常的担心。所以说，马老师。南韩把这个北韩的核威胁摆到最大，他也很担心自己被推到第一线哈。那可是第一个问题，南韩有决定权吗？我想他自己在这个美韩同盟的架构底下，他连这个指挥权都还在跟美国有一下 argue， 他大概很难有完全自己的指挥权。不过就南韩的意愿来看，其实他们真的不太关心抗中这个议题，不是这么关心，他们最关心还是北韩问题。对，那北韩问题当时的6方会谈，那其中就是南北韩扣除之外的4方，因为俄国已经跟北韩签订了全面战略伙伴了，那其实他能够找的就是剩下3方。那其实韩日之间，因为有很多历史的问题，有时候不是这么容易有互信，所以他只剩下美中可以找。那美国当然是挺南韩没有问题，所以中国的态度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特别是现在这个北韩的核威慑能力变得很高，然后它的 ICBM 在跟俄国合作之后，这个进步的速度很快，它的确对南韩造成非常大的威胁。那我认为因为李在明上台的时候，他是一个比较没有这么就是单这个依赖美国的一个政治人物，所以其实他创造了跟中国合作的空间。在这里面11月1号就是在 APEC 期间，他们两边的这个谈，其实讲的合作的东西非常的多，搬不走的邻国。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韩国的选择里面，我觉得第一个他没有兴趣在美中之间做选边，他最在乎的是北韩对他的威胁。那再来就是他其实有一个后门，就是他跟中国的关系其实存在一个合作的空间，就在11月1号开启的，所以我觉得是有机会。所以其实南韩也试图在中美的对抗中间找到一个可以，也许有时候过来一点，也许有时候过去一点啊，找到一个平衡点。可是反观台湾这边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政府突然宣布要砸下400亿美元啊，折合台币大约是1.25兆，要打造什么呢？台湾之盾。当然，这也创下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防特别预算啊。那这个预算当中包括哪些项目呢？像是跟美国采购新武器，还有呢，建设无人机、飞弹这些非对称战力。然后最重要是提升第一岛链的作战能力。当然，这个也大家这样想是说，会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哈，这个像是军购压力啊，那会不会？那这个赖清德总统呢是回应说，这笔预算是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承诺。好，那我要问的是说，如果把这几件事情都拉开来看呢，好像一步又一步的，大家都有一个步骤，像堆叠起来的，是安排好的是吗？美国我刚刚说了，美国不管是南韩、日本、台湾、欧洲，美国都希望这些国家提升他们的国防预算跟投资，这个是
很多美国总统的长期的主张，就不是从川普1.0或川普2.0才开始这样讲了，连左派的拜登跟奥巴马也是这样讲，就谁执政都一样，这都是希望，而且不是因为美国军火上赚钱的理由，是真的认为这些国家长期以来是就是国防投资是不够的。但是赖清德总统这个说法，我有点不同意的地方，他也要印太地区。我觉得他的责任，他是负责台湾的国家安全，他不是负责整个印太地区的。对他讲到说是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对这个部分我不是很了解，因为他真的要说，就是为了我认为他应该要说，就是为了台湾，我要证明给不管是美国、日本，其他的国家，我们对保护台湾的决心，这个跟印太地区是无关。尤其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一点都不在乎。完全都不站在台湾的立场，而他们常常讲得非常明确。所以你讲整个印太地区，其实我不是很了解。我觉得你应该要说是为了好好保护台湾，我们该做这个大投资了。对你刚刚提到东南亚国家，大概也只有当中的菲律宾是比较在符合这个美国的印太战略啊。那现在看到像是日本啦，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南韩，然后呢像台湾啊，再往南就是刚刚讲的菲律宾啊，但其他东南亚国家并没有因为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而配合他们。所以从7月7号开始啊，就是高市早苗国会言论台湾言论之后，哪有东南亚国家有站在他的立场？那虽然新加坡总理黄总理他有出来说，其实我们东南亚国家很多这个历史二战的历史，我们不会忘记了，但是我们不是天天在讲，我们已经开始跟日本做好朋友啊，交流等等了。所以，但是他们也没有明确站在日本的立场，或明确批评中国大陆。对，所以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要看哈，因为符合美方的战略考量，但是究竟会不会是一个好的结果？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俄乌目前的现况。好，回到节目，我们来看的是俄乌的最新局势啊。目前看到有关于俄乌和平草案的版本啊，简直是一日数变啊。从我们原先所讨论到的是提出了28点，到后来呢变成了19点，到现在呢美方又有最新的版本。现在是众说纷纭，也有不同的解读。那普丁这边呢，最新的回应是说，大致上是同意美方的版本，而且是把美方的版本当作他说是一个起点啊，意思说他先定锚了，他告诉你说就从这边开始谈起啊，那也别想再讨价还价。但是同意的点是什么哈，也没讲清楚说明白。不过倒是画出了一个底线。普丁说，乌克兰如果想要和平，就要把顿内茨克、卢甘斯克啊这些俄语区。就是这些土地呢，就还回来，就是我已经打下来的，你就不用想再拿回去了。那如果这些地区现在的乌军不撤军呢，他就继续打到底。普丁更强调，俄军的行动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不可逆转的阶段。这个话真的很狠啊！但是让人震撼的是哈，现在这个美国的最新和平草案被爆出说，川普的特使啊 Witkoff 他在录音当中啊松口说，乌克兰要割地换和平，而且不止顿内茨克，等于是美国自己承认，俄罗斯已经成功的把美国逼到了谈判的底线。现在是反而美国提案要乌克兰来割地求和，所以普丁说他大致上是同意美方所提出的这个版本，但现在这个版本内容是一直在修啦，不可能是最终的定案的啊。那最后会不会讨论到最后就变成说讨论个寂寞啊，还是没谈出了一个什么？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我觉得有可能，这个还是要看最后俄国跟乌克兰态度。不过，我觉得俄国已经没有什么好争执的东西啦，因为在28点，如果它是一个虽然会改，但是我相信它政策方向非常明确。第一个是乌克兰它不能进北约，对，然后北约也不东扩，然后这个现在就是美国会保证现状，就是俄罗斯所占领的土地通通归俄罗斯，就是画在现在这个停战线这边哦。那其实就是乌克兰丢了大。比克里米亚岛还有他战后所失去的这些土地，全部要给俄罗斯，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基本上
假设这个和平协议真的通过，他就是大赢家。但是这个就回到当时，泽伦斯基跟川普，不是在那次碰面的时候，大家都记忆犹新，就是被川普跟 Vance 骂了一顿啊。对。那川普就说你是想世界大战吗？还是你要继续做绞肉机？这2个选项在川普的 list 上应该都没有，因为川普的承诺就是他要赶快结束这世界上的几场大战，所以我相信快要期中选举，他一定会有压力，就是我有兑现承诺的压力。所以28点原则，我认为在这个时候抛出来。从样态上看起来，就是乌克兰几乎是完全被出卖，那俄罗斯拿到很大好处，所以我觉得俄方的统一的机会很大哦。那至于乌方有没有办法完全的接受，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他会不会就是各方都接受的一个关键点。对，所以现在不变的就是不管你是28点啦，接下来有19点啦，甚至最后修到可能只有10点哈，就是综合以上的不管是几点啦。不变的就是不可能会加入北约，乌克兰部分啊，再来就是至少现在打下来的俄罗斯打下来的这些领土也不可能归还给乌克兰了，因为乌克兰的话，这个现在我看数字上面是1/3的土地，这个领土都被俄罗斯所目前是占领的哈。那现在还看到了乌克兰的内部啊，最近真的是贪腐连环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泽伦斯基最贴身的幕僚长叫做厄尔马克呢。最近就传出了他因为涉嫌超过30亿台币，哈，折合台币大概30亿的贪腐回扣案被严格搜查。那他还是乌克兰的首席谈判官，他曾经代表乌克兰出席过美乌双方的日内瓦会谈。而之前呢，本来就已经爆出来的2位部长，哈，这也是贪腐，都揭露呢是跟泽伦斯基啊关系匪浅。那现在呢又烧到了这个泽伦斯基的贴身幕僚长。使得现在泽伦斯基啊是深陷贪腐的疑云，但是大家在想说这个时间点会不会怎么会这么刚好呢？怎么会打到这个现在又在谈？那一方面呢又传出这个贪腐啊，这好像是一个非常精心策划的剧本。先前莫斯科也一再的主张说，泽伦斯基的政府啊，其实因为他的总统任期已经超过了，但是你没有举行大选，所以你的总统是不具合法身份，没有正当性。那现在呢？贪腐连环爆，好，所以Russ 你觉得，如果你是泽伦斯基，这个议题我们过去有讨论很多次了，就是说，如果泽连斯基不能接受，其实是美国的条件，就是美国的和平条件，他可以选择下台了。那现在自己辞职嘛？自己辞职，这个我很多次之前有讲过，对，有讲过了。对，他真的有这个选择了。那如果美国给他压力说，真的也现在时间到了，你真的要停火，而且部分的领土还是要接受，是不是法律要接受？但是实际上你要接受是5先期会有俄罗斯占领，你必须要接受。那如果他不接受的话，他有辞职的选择，早就有这个选择，现在又有这个选择。他在刚刚马老师讲说，跟川普在白宫那次谈的时候，已经被川普告知说你已经没有牌了哈，现在一定是更没牌了，连可能这个衣服都拿出来典当了哈。那我要问的就是说，你觉得泽伦斯基他现在光考虑他个人的部分，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一定在谈条件了。所以最好的选择其实还是辞职了。如果他真的不能接受，是在我在任内我在位的时候同意我们国家领土让给部分领土让给俄罗斯。如果他真的不能接受的话，他就可以辞职，然后这个可以固定他的历史地位。说那个条件，我是打仗几年，3年多，但是美国给我压力，让领土给俄罗斯，我不接受，我就辞职，然后让下一位。那看看这乌克兰会不会？因为到目前为止，其实是没有一个算是政治领袖，不管是哪一个政党哪一派，站出来说这个交换是我们乌克兰人该接受了。为了停火啊，部分我们国家领土，而且不只是俄军目前占领的领土，是更多对还没有占领的领土也要给俄罗斯。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乌克兰政治人物说这个条件我们该接受了，但是或许会有。何老师觉得呢？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的是，泽伦斯基如果我是泽伦斯基的话，我想说你要先保护我的人身安全啊，因为我怕我下台以后呢，我的性命会有危险。还有呢，我可能要寻求政治庇护，会有这样的一些讨论吗？当然，这样的一个结果对泽伦斯基来讲的话，他是这个就像您刚刚讲的哈，他输到脱裤子了哈。那如果这样在这样情况之下签订和平协定的话，我相信泽伦斯基对不对？他在乌克兰大概留不下来了哈。那所以就是说，他等于是被
被丢包了一样哈。那但是我们看这样一个结果哈，就是我们这个来回顾，就是俄乌战争刚冲突的时候，对不对？那大家去制裁俄罗斯，然后去支持乌克兰，就最后白忙一场。整个俄罗斯还是在这个俄乌问题上面，他要到本来川普他所设定的，那俄国就是重返黑海，对不对？那就是说，那这个对欧洲来讲的话，这当然是一个最坏的一个结果哈。那个就是让我们常常在讲哈，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对，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同盟有事。从这个北约国家来讲的话，对不对？乌克兰有事就是欧洲有事，那欧洲有事，他们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你美国也是北约，你美国要承担这个责任，但是问题是现在美国也不想啦，美国要你欧洲防卫自主，所以你欧洲各国你也要提高你的防卫预算。可是欧洲过去已经好日子，欧盟已经好日子过太久了，他们在防卫上面过去过于依赖这个美国，他们现在有没有办法在那么短的一个，特别德国跟法国，他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他去扛起整个欧陆的这样的一个防卫自己的这样一个责任，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问题。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最倒霉的是乌克兰，但是最紧张的是欧盟。对，您提到最紧张的现在是欧洲啊，欧盟、北约啊，这个现在因为俄乌，我们感觉好像快要进入到尾声阶段了，但是呢，现在又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论啊，那到处在传啊，比如说法国方面已经在警告说大家要准备失去孩子了啊，德国方面呢也重启征兵。东欧国家正式警告说，俄罗斯要进犯欧洲，大家要小心了。可是普丁最近讲了一句话哈，彻底的就是打脸了大家哈。他说，任何关于俄罗斯侵犯欧洲的说法都是荒谬的啊。因为我们常常在讨论一件事情，说俄罗斯如果真的要说要侵犯这个欧洲的话，它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讲说，要么就是看能力，要么就要看有动机啊，你的意愿是怎么样。那所以呢，欧洲各国整军备战的同时哈，可是各国的国内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有的有反战的声音、反军费的声音。普丁现在还没有对欧洲怎么样，欧洲自己就已经有非常多分歧的意见。所以何老师，你觉得现在这些意见是先喊出来，有点像是我喊出来以后就见光死了哈，打预防针，打预防针的概念是这样的吗？当然，那个我觉得现在的俄罗斯哈，这个他会不会就是说乘胜追击？我认为这普丁如果普丁他是理性的，我认为他会停下来了，因为整个俄罗斯基本上他重返黑海之后，他在整个国际政治上面，他就取得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可以重回海洋。那所以他不见得要去恢复这过去在冷战时期俄罗斯他所控制的那样的一个广大的这样的一个东欧。那而且他也可能做不到，就是说再去把斯拉夫民族再把它统一起来，这个太困难了啦。你可能就必须要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见好就收哈。那当然就是说，为什么法国跟德国会这样讲？我认为他们要增加国防预算啊，国防预算基本上你要师出有名啊，你不能讲说现在欧洲很安全啊，我德国很安全，我法国很安全，但是我的这个防卫支出因为美国不要付钱了嘛。对不对？然后要增加很多的这个防卫预算，当然就跟赖清德一样嘛，就要讲说2027台湾很危险嘛，那你国民才会支持这个钱嘛。我现在德国跟法国事实上也有类似的，就是说我要增加国防预算，我要有个理由，那用这个东西做理由是最容易说服这个国内的人。现在带头的看到，当然就是以欧洲为主的几个主要国家，包括德国、法国，那英国也有角色啦。这个可是因为他们现在都非常担心啊，万一乌克兰